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準所的阿修。今天要討論的內容是今年初的頭等大事——抓捕馬多羅，來分析美方的立場。謝謝大家，我們現在正式開始。好，為了把這整件事徹底拆解清楚，我們會從5個不同的角度切入。首先，我們會先來還原那個抓捕的驚險瞬間，接着來看看美國官方是怎麼跟全世界解釋這件事的。第三，我們要深入分析這場幾乎可以寫進教科書的3幕突襲。再來是揭露這場行動背後其實鋪成了好幾年的法律戰爭。最後，當然就是要看看這件事對整個世界秩序造成了多大的衝擊。OK， 我們就從第一部分開始講起，抓捕行動。這整個故事的開端其實源自一個充滿火藥味的公開挑釁。你能想象嗎？在2025年，馬杜羅對着全世界公開嗆聲說：“來抓我啊，我就在這裡。”這句話聽起來非常的有種，對吧？但他大概沒想到，不到1年之後，也就是在2026年1月3號的凌晨，他的這個挑戰真的得到了美方最直接也最硬派的回應。這場代號叫絕對決心的行動，是一次整合了海陸空3軍特種部隊的超精準閃電戰。你想想看，在一個國家的首都直接抓捕他還在位子的國家元首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麼驚天動地的行動，美國官方到底要怎麼向全世界交代？好，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，官方說法。美國政府是怎麼為這場入侵行動辯護的？他們其實提出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論述，而這套論述的基礎就是建立在對馬杜羅政權的多項嚴重指控之上。美國官方論述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個釜底抽薪的策略，他們要徹底剝掉馬杜羅總統的這層皮，把它重新定義成一個大型跨國犯罪集團的頭目。這個集團被指控的罪名包括，但不限於把毒品當成武器來攻擊美國社會，派暴力幫派滲透到美國，還有跟美國的敵對國家合作等等。那要怎麼證明他們是認真的呢？最直接的證據就是這個數字：5000萬美元。早在突襲行動的好幾年前，美國國務院就已經對馬杜羅開出了5000萬美金的懸賞。你想想，這不是對待一個總統的規格，這是對待世界頭號通緝犯的規格。這一步棋，等於是在法律跟輿論上把他從國家元首降級成了一個國際公敵。第3部分，我們來談談這次的閃擊戰，這就帶出了下一個大家最好奇的問題：委內瑞拉不是有俄羅斯做的先進防空系統嗎？美軍到底是怎麼神不知鬼不覺的突破的？答案就在一場堪稱是現代戰爭教科書的3幕式突襲。這場攻擊，它不是那種硬碰硬的蠻幹，它更像是一場精心編排的交響樂，分成3個樂章。第一樂章是心理陷阱，先讓你鬆懈；第二樂章是電子致盲，讓你變成瞎子聾子；最後的第3樂章才是致命的終局。好，第一幕，心理陷阱。在真正動手前的幾個月，美軍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就一直在加勒比海附近晃來晃去，對外宣稱是在做例行的反毒巡邏。從委內瑞拉的角度看，看久了也就習慣了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但這正是美軍想要的，他們要的就是製造一種戰術上的麻木感，讓衛國的防空部隊徹底鬆懈下來，為真正的攻擊鋪路。接下來第2幕，電子致盲。在任何一個特種部隊士兵的靴子落地之前，美軍的網絡司令部跟電戰機就已經先出手了。他們先癱瘓了委內瑞拉的國家電網跟軍事通訊，接着用強烈的電子干擾，讓那些俄羅斯製的 S-300雷達系統的螢幕瞬間變成一片雪花。這等於是讓美國的防禦系統在一瞬間變成了聾子跟瞎子，也為後續的突擊部隊在空中開了一條絕對安全的走廊。最後就是致命的第3幕，這裡有個細節非常驚人，47秒。
這是美軍特種部隊事前估算，用熱切割工具燒穿馬多羅總統府那個安全式肛門所需要的時間。而根據情報，馬多羅在逃跑的時候，距離那扇門只差了幾秒鐘的時間就被抓住了。你可以想象，整個行動的精準度真的是用秒來計算的。第4部分，法律戰。好，如果你正在聽，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。因為這場行動的勝利不只是在戰場上，它真正最關鍵的基礎，其實在好幾年前就已經在法庭上鋪好了。這裡的法律核心是美國司法部復活了一個很古老的羅馬法概念，叫做 Hostis Humani Generis， 翻譯過來就是全人類的公敵。這個詞啊，以前是用來形容海盜的。但美國很聰明，他們把它拿來重新詮釋，用來指控毒販跟恐怖分子，主張說這種人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，所以任何國家都有權利去抓他。這是一場布局了好幾年的法律戰。你看哦，從2020年美國司法部對他提出毒品恐怖主義的刑事起訴，到2025年國務院把他領導的組織正式指定為外國恐怖組織，最後到2026年白宮就可以順理成章地主張他已經不是總統了，他是一個逃犯，所以不享有主權豁免權。每步都是在有系統地拆解他身為國家元首的法律保護傘。最後，為了堵上最後一個漏洞，美國還搬出了一條國內法，叫做克爾弗里斯比原則。這條原則說白了，就是法院不管你怎麼被弄到法庭上的，就像是被人用麻布袋套頭強制綁架來的，也不影響審判的權利。這個相當霸道的原則，讓整個抓捕行動在美國國內法上完全站得住腳。終於來到最後一部分，終局。馬多羅被抓這件事在全球投下了一顆震撼彈，它不只在委內瑞拉國內造成了巨大的權力真空，也逼得像是中國、俄羅斯這些世界級的強權必須馬上重新評估整個局面。馬多羅一倒台，委內瑞拉國內立刻陷入了一場權力鬥爭。你可以想象成3股勢力在互相角力，一方是仍然掌握槍桿子的軍方派系，另一方是過去負責情治和準軍事部隊的特務民兵，最後一方則是美國在背後支持的文人反對派。這3方現在為了搶國家的主導權，形成了一個非常脆弱又緊張的對峙局面。那對美國的全球競爭對手，特別是中國跟俄羅斯來說呢，這次行動是一個非常嚴厲的警告。對砸了幾百億美金在委內瑞拉的北京來說，他們現在非常尷尬，必須務實的去思考這些投資的未來。更糗的是，他們的特使才剛跟馬多羅見完面，人就被戳了。而對莫斯科來說，這是一個直接的衝擊。他們不只損失了一個在美洲的重要戰略盟友，更慘的是，他們賣的防空系統信譽可以說是徹底破產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絕對決心行動，它遠遠不只是一次軍事突襲，它真正展示的是一種新形態的混合戰爭，把長期的法律布局跟外科手術式的軍事精準度完美的結合在一起。這也引發了一個更深層的思考，就是當一個超級大國可以透過修改自己的國內法，把另一個國家的元首重新定義成逃犯，來合理化自己的軍事行動的時候，那麼我們過去所熟悉的國家主權，在21世紀的今天，它真正的意義到底還設下什麼？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。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加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